为了庆祝发小家的儿子考上一本，我花大价钱弄来一只大雁，一家人吃得满嘴流油，结果吃完一抹嘴，他老婆反手举报我非法买卖野生2级保护动物。调查期间，发小给我发来微信：亲兄弟明算账，买卖2级保护动物违法，就得抓。虽然我上交了合法的溯源资质，但公司因突击查封整顿半个月，让我损失了几十万。1个月后，他老婆给我打电话：我儿子确诊罕见脑病，急需天然麝香，人工合成药根本没用。大嫂，万一我养殖的动物带着病毒，让大侄子感染了禽流感，我可担待不起。没等我说完，他放下电话，懊悔的一夜白了头。发小张建家的孩子争气，考上了省里的重点一本。张建家里穷，平时靠打零工为生，这回算是祖坟冒青烟了。我是专门做合法特种养殖生意的，平时手里宽裕些，为了给他们家撑门面，我提前花了2000多块钱成本，挑了一只正规人工繁育的特种大雁。这东西有旗套的检疫合格证和合法繁育证，虽说是养殖的，但外观和肉质跟野生的没两样，图的就是一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好兆头。早上8点，我拎着这只大雁敲开了张建家的门。哟，明哥，你来就来，怎么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浩浩考上重点，这是大喜事，这可是好东西。我厂里特种繁育的大雁营养高着呢。今天我不干别的，亲自给大侄子下厨，讨个好彩头，祝咱们浩浩以后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哎呀，周明，你这可是破费了啊！这大雁看着就野性足，不便宜吧？嗨，跟我提什么钱？平时浩浩叫我一声叔，这都是我当叔的心意。嫂子，你跟张健去客厅歇着，今天厨房我包了。明哥，我张健这辈子没啥大出息，浩浩能有今天，多亏了你平时照顾，你这恩情我记一辈子。行了行了，大老爷们的别矫情。我在厨房里忙活了整整2个小时，被灶台的火熏得满头大汗，油烟呛得直咳嗽，手指还不小心被碎骨头划了一道血口，但我只用冷水冲了冲，一句话没说。中午12点，一锅鲜香扑鼻的爆炒大雁和一锅浓郁的大雁汤端上桌，刚一落座，赵丽连客套话都没说，筷子像雨点一样落在那盘爆炒大雁里，专门挑肉最厚的雁腿和雁翅往自己碗里夹。嫂子，你慢点吃，锅里还有。哎呦，周明，你别说，这手艺绝了，这大雁真香，肉真紧实，平时我们在菜市场可买不到这种好东西。是啊，明哥，太让你破费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浩浩，快来给你明叔磕个头。哎，别，折煞我了。这叫特种大雁，虽然是人工合规养殖的，但品种好，平时在外面想吃都吃不到。今天咱们管够，只要浩浩将来有出息，叔天天从厂子里拿给你吃。还是周明你有本事，干特种养殖就是好。赵丽吃得满嘴流油，突然放下筷子，掏出手机对着桌上的残羹剩饭一顿猛拍，还不忘给那几根色彩斑斓的羽毛来了个特写。嫂子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发个家族群炫耀炫耀呗，这可是难得的稀罕物，得让我老家那些亲戚看看我们家浩浩的升学宴有多上档次。这嫂子别发了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吃野味呢。怕什么？你不是说是养殖的吗？就算说是野生的又怎么了？长长脸嘛。赵丽毫不在意，直接按下了发送键。我摇了摇头，心想随他去吧，一家人高兴最重要。饭吃完了，我累得瘫在沙发上，衬衫早就被汗水湿透。这一桌子菜算上大雁成本，花了5块3千，但我当时想，为了我好兄弟，值了。谁知道下午赵丽家的家族群里就炸开了锅。当时我还没走，正在跟张健喝茶，就听见赵丽的手机滴滴滴响个不停。她点开一条语音，是一个外地亲戚发来的。哎呀，丽丽，你发的这个大雁图片，我拿去百度了一下，这是2级保护动物啊！吃野生动物可是违法的，要坐牢的。这种违法的事情我们可不能做啊！大姑，这不是野生的，是周明自己养殖场里合法养殖的。养殖的？现在的野味贩子都说是养殖的，哪有那么多证件齐全的？丽丽，你们可得小心点儿，别到时候被连累了。我看新闻上说，现在政府查这个严着呢，举报非法买卖、食用野生动物，还有奖金拿，最高能奖好几千呢。听到奖金2个字，赵丽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。张健，你出来一下。两人进了卧室，房门虚掩着。你疯了？那是周明厂里的货，好心拿来给浩浩贺喜的。你懂什么？我大姑说了，那东西很可能是野生的。就算不是，万一吃出什么传染病怎么办？群里人都看见了，我不举报也会有别人举报。这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举报有奖金的，2000块钱够浩浩上大学买个新手机了。可是那都是明哥的心意啊，你这是恩将仇报。什么恩将仇报？那是他自愿拿来的，我又没求他。政府鼓励举报违法行为，我这是大义灭亲，是遵纪守法好市民。
这钱不要白不要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但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为了区区2000块钱，他会去举报一个刚拿重金也未给他们家儿子办升学宴的恩人。我觉得是自己多心了，跟张健打了个招呼便回家了。我心想这家人可能是穷怕了，口无遮拦。没想到那只被啃得精光的大雁，成了我噩梦的开始。3天后，我正在养殖公司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签约会议，对方是省里的大客户，一旦拿下，全年的利润就有了保障。会议里的红木门突然被毫无征兆的粗暴推开，砰的一声巨响打断了我的项目演示。几名全副武装、穿着制服的是执法者和市场监管者，执法人员面色严厉地冲了进来，直接将我团团围住。你是周明吗？我们接到群众实名举报，你借养殖之名涉嫌非法买卖、加工、食用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。你的养殖基地也必须立刻贴封条停业，接受全面检疫排查。带头的队长声音洪亮，手里明晃晃的传唤证几乎对到了我的脸上。会议室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，坐在首位的省城大客户张总脸色煞白，像躲瘟神一样猛地站了起来，连连后退。周总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打着养殖幌子无视国法的人。既然你涉嫌刑事犯罪，那我们这笔30万利润的大单就此作废。以后也不必联系了。等等，张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绝对是误会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想要去追那几10万的救命钱，却被2名高大的执法人员一左一右死死按住了肩膀。就这样，当着全公司几十号员工震惊、猜疑和鄙夷的目光，我像押送重刑犯一样被强行押上了闪着警灯的警车。那一刻，我这几年辛苦建立的企业家尊严被彻底按在泥地里摩擦。到了执法大队，审讯室里的白炽灯刺得我双眼生疼，空调开得很低，冷风直往骨头缝里钻。对面负责审讯的警官重重拍了拍桌子，点开了一段手机录音。这叫特种大雁野性族。今天咱们管够。录音里赫然是我自己的声音，伴随着厨房的炒菜声。可是我明明说的是人工合规养殖的特种大雁，那几个证明清白的关键半句话，竟然被人极其恶毒的剪辑掉。周明，听清楚了吗？这是热心群众提供的铁证，录音、照片一应俱全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我整个人如坠冰窟，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倒流。举报人奈兰赫然写着赵丽，证据里不仅有那天宴席上拔了毛的大雁的高清特写，还有我用菜刀切肉的偷拍照片，甚至还有一段录音。录音里我笑着说：“这叫特种大雁，野性族。今天咱们管够。”那是被恶意剪辑掉合规养殖4个字之后的版本。而在举报信的末尾，赵丽义正辞严地写着：“对这种无视国家法律、私下倒卖野味的老板，必须严惩不贷。我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市民。”我想起那天我在厨房被火熏得流汗的样子，想起手上的刀口，想起赵丽满嘴流油、狼吞虎咽的吃相，再看看眼前这份想把我送进监狱的举报信，我只觉得喉咙里泛起一阵浓烈的血腥味。这是污蔑，这是人工合法养殖的，我有特种繁育证。我连夜调取了那只大雁的特种养殖许可证和防伪溯源环的存根，证明了我的清白，免除了刑事处罚。但是突击检查已经发生，为了排除隐患，我的公司被迫贴上了封条，停业整顿了整整半个月，接受全面检疫。对于当时资金链紧张的我来说，这无疑是灭顶之灾。更要命的是，公司被查封后，圈子里到处传我用真野味冒充养殖被抓进去，名誉扫地，所有客户避之不及。我瘫坐在执法局门口的台阶上，手里攥着那张解除嫌疑的通知书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彻底死透了。我拿着那份盖着鲜红公章的解除嫌疑通知书，以及公司财务刚发给我的停业损失评估报表，心都在滴血。短短半个月，几10万的大单黄了，仓库里的一些特种活物因为封查损耗过半，违约金加上直接损失，整整30万。我捏紧了拳头，双眼通红的直接冲到了张眼。我把门砸得震天响，门开了，赵丽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一边嗑一边对着新买的手机屏幕傻了。张健在一旁削苹果，看见我进来，手里的刀一哆嗦，苹果直接掉在了地上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野味大老板周明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？怎么还以为你要在里面待上10天半个月呢？我把那份合法特种养殖许可证和30万的损失本狠狠摔在他面前的茶几上。赵丽，你给我看清楚，这是带防伪溯源的合法繁育证。我请你儿子吃的是合规合法的特种养殖动物，你凭什么举报我买卖野生保护动物？赵丽愣了一下，瞥了一眼桌上的证件，随即冷笑一声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哼，周明，你吼什么吼？谁让你厂子里养的东西那么像野生的，连颜色都一样？我那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。我们家浩浩马上要去重点大学报道了，万一真吃出个禽流感、寄生虫什么的，我们找谁去？”放屁！吃饭你最狠，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，吃饱了抹干净嘴，你嫌有毒了？张健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明哥，你别这么大声。丽丽她也是一片好心，
不懂你们这些行业证件，他也是怕出事儿。我拿你们当亲兄弟，拿厂子里最好的东西做彩头给大侄子贺喜，你们反手就拿我的事业去换那2000块钱的奖金。张健，你就看着你老婆这么胡作非为。宁哥，家里是丽丽做主。张健缩了缩脖子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你少在这吓唬我老公！我大义灭亲有错吗？警察受理了我的举报，还发了我2000块钱奖金。政府都说我是热心市民，这说明我做的对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要是不养那种奇奇怪怪的特种货，能惹上这麻烦吗？赵丽，你为了2000块钱剪辑录音去诬告我，现在我的公司被停业整顿，30万的损失，你来赔吗？那是你自找的，我又没拿刀逼着你搞养殖。再说了，你开大公司的还在乎这几十万？我们穷人家能赚2000块钱那是大数目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现在就报警说你打击报复举报人。好，很好。为了2000块，毁了我的事业。你们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我转身摔门离去，但我没想到回到家更大的风。赵丽为了先发制人，证明自己大义灭亲是对的，竟然在拥有500人的小区业主群和几百人的亲戚群里公开艾特。大家认清周明这个黑心人，假惺惺的给我们家办升学宴，其实是用他们厂里那种来路不明的病理也为糊弄亲戚，专坑熟人。幸亏我警觉性高，大义灭亲举报了他。这种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大家以后千万别跟他来往，小心被他养的东西毒死。群里瞬间炸了锅，平时见我都客客气气叫周总的邻居和亲戚们，风向全变了。天呐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拿自己养的毒物坑小孩，这心也太黑了。支持丽丽这种毒瘤就该被抓起来。周家怎么教出这种心术不正的儿子？等我看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妈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。明啊，你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？亲戚群里都在骂你。妈，您别信他们的，那是假的。我这里有合法的证件，我是清白的。可是他们说你养殖场都被查封了，还说你要去坐牢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妈被群里的流言蜚语直接气得高血压发作，突发脑溢血，住进了 ICU。因为公司被查封，为了垫付供应商的违约金和我妈每天1万多的抢救费，我彻底陷入了绝境。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，现在电话都不接了，亲戚更是对我避之不及。周明啊，不是大伯不借你，你现在沾上这种案子，大家都怕呀。老周，真没钱，你也知道现在生意难做，你嫂子叫我了，先挂了啊。那半个月，我尝尽了人情冷暖，每天只睡2个小时，头发大把的掉。我无数次站在医院的走廊上，看着缴费单上的天文数字，恨不得拿刀冲到隔壁楼，把赵丽一家全宰了，同归于尽。但我忍住了，我不能为了这种烂人把我妈丢下，搭上自己的一生。我低声下气的到处求人，最后忍痛低价变卖了自己刚提不久的奥迪车和市中心的一套房产，终于填上了公司的窟窿，也把我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生活还要继续，但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热心肠的周明了。那半个月的社会毒打，彻底抽干了我骨子里的最后一丝善良。我的世界清静了，心也冷硬如铁。搬回那个老旧的小区后，我花了大价钱在门口装了360度无死角、带高清夜视和录音功能的军工级监控摄像头，连我平时开的那辆2手代步车里也装了前后双录的隐藏式设备。不仅如此，我把那张合法特种养殖许可证以及那张带有鲜红公章的停业整顿30万损失评估表，仔仔细细的装裱在相框里，就挂在我家大门的入口处。我每天出门第一眼就能看见这30万的教训。如果我这辈子再对这群白眼狼多管一次闲事，我对着镜子里那个满眼红血丝、面容憔悴的自己咬牙切齿的发誓，我周明就不配为人。从那以后，我在小区里独来独往，看见这家人都会直接绕道走。直到1个月后，9月开学季的前夕，那天傍晚，疲惫的拎着公文包在电梯口等电梯，随着叮的一声，电梯门缓缓向两边打开，刚要迈步，我就和里面准备下楼的赵丽碰了个正着。此时的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碎花连衣裙，头发烫得卷卷，气色红润。最扎眼的是，她脖子上赫然戴着一条明晃晃的粗金项链，连手腕上都多了一个金灿灿的镯子。看见我，赵丽先是一愣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，随后不仅没有半点心虚，反而故意挺了挺胸脯，把那条金项链在手里甩，哗啦坐下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特种养殖大老板周明吗？怎么今天坐电梯呀？哦，我忘了，听说为了交罚款填窟窿，你把你那辆宝贝奥迪车给卖了，现在只能开那种破2手代步车了吧？我面无表情地走进电梯，按下楼层，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见我不吭声，赵丽以为我怕了他，更加得寸进尺地凑近了一步。这人啊，就是不能干缺德事儿，要是干了呀，
老天爷都要收你！他故意把手腕上的金镯子在我眼前晃晃。哑巴啦！当初拿黑心野味糊弄我们家浩浩的时候，不是挺能耐的吗？现在怎么装起清高来了？你拿着政府发的举报奖金就用来买这些破铜烂铁了。我瞥了一眼他的项链，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。什么破铜烂铁？这是镀金的！赵丽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的奖赏。”我告诉你，周明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以后你的招子最好放亮一点，再敢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小心我还打举报电话。好啊，你最好天天盯着我。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心里只觉得无比讽刺和可悲。不过我也提醒你一句，用踩着别人血汗钱换来的东西戴在脖子上，小心太重了，把你儿子的福气给压折了。你敢咒我儿子？你个王八蛋！我儿子明天就要去省城重点大学报到了，他是天之骄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酸我？电梯到了我的楼层，我没有理会他像疯狗一样的犬吠，径直迈步走出了电梯。你慢慢炫耀，希望这根项链别变成你儿子的救命钱。我头也不回地丢下这句话，背后传来赵丽尖锐的咒骂声。随着电梯门的关闭，被彻底隔绝。我当时并不知道因果报应的齿轮转得会如此之快。那天夜里，初秋的雷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，雨势极大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，整个小区都笼罩在一片水雾中。凌晨2点，我正戴着降噪耳机在床上浅睡，砰砰砰砰砰砰，我家的大门突然被砸得震天响，那声音在这寂静的雨夜里，简直像是来索命的厉鬼。我慢悠悠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穿了一双拖鞋走到门口，但我没有急着开门，而是先拿出了手机，打开了门口军工级监控的手机端，点击了开始录像和实时对讲。手机屏幕上呈现出赵丽和张健在门口狼狈不堪的模样。张健浑身湿透，怀里死死抱着他们引以为傲的大学生儿子浩浩。浩浩此刻脸色惨白泛青，身体像打摆子一样剧烈抽搐，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沫。听他们在门外语无伦次的哭喊，得知浩浩突发了一种极罕见的脑病，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，明确表示必须用天然麝香来行脑开窍，人工合成的麝香根本完全无效，而这种天然麝香只能从野生动物身上提取。全省目前只有我手里有合法的特种灵麝养殖渠道，只有我这里有现成合规的救命药。赵丽一家走投无路，急得满脸是泪，正用双手牢地拍打着我。周明，你快开门啊！救命！我看着屏幕里的惨状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按住手机屏幕上的对讲键，冷冷地开口：“怎么了？这是大半夜的，浩僧呢？”听到门铃里传出我的声音，赵丽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防盗门外。周哥，周老板，求求你，救救浩浩吧！浩浩发了罕见脑病，医生说必须要用天然麝香才能行脑开窍。我知道你手里有合法的养殖渠道，一定能弄到麝香。求求你，给我们一点救命药吧！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凌晨2点1刻。我语气平静地嘲讽道：“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开药房的。医院里只有人工合成的，根本没用。这大半夜的，根本来不及去别处调货了。现在呢，爸爸？周明，我知道你以前当兄弟带我们，求你发发慈悲，帮忙找点麝香，救救浩浩吧！他明天还要去重点大学报到啊！大嫂，你忘性真大呀！1个月前，你可是在500人的群里艾特我，说我是个用黑心野味专坑熟人的养殖老板，让大家千万别跟我来往，小心被我的东西毒死。”我在门内慢条斯理地说着，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进他们心里。现在你们让我拿天然麝香，别啊，大嫂，我可是法外狂徒，我的特种动物身上说不定全是病毒和寄生虫呢。万一让大侄子用了我的麝香感染了什么病，我可担待不起。周明，我求求你了！赵丽在门外拼命磕头，额头撞在冰冷的地砖上，砰砰作响。上次是我不对，是我鬼迷心窍，贪图那2000块钱奖金，是我糊涂。你手里明明有合法的货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帮帮孩子吧，他是一条人命啊！张健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对着对讲机问：“明哥，我错了，我们全家都错了。只要你肯出这位天然麝香，我张健下半辈子给你当牛做马。”别，千万别！1个月前，为了大侄子的升学宴，我拿自己厂里的好东西亲自下厨，结果呢？你们反手一个实名举报，让我公司停业整顿，损失了整整30万。我妈被你们造谣，气得脑溢血进了 ICU。你们的一句鬼迷心窍，差点要了我们全家的命。现在想要药，
绝不可能。门外的两人被我追得哑口无言，只有浩浩越来越微弱的抽搐声在楼道里。周明，你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，只要你肯给药。赵丽似乎崩溃了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条还没捂热的金项链扯断，拼命往门缝。我把金项链给你，我想给你，你是不是人啊，周明？你眼睁睁看着我儿子死吗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见我不为所动，赵丽终于装不下去，露出了泼妇的本性，在门外凄厉的尖叫起来，声音大得惊动了整个楼层。我看着监控录像里他那张扭曲狰狞的脸，面带微笑，语气却冷得掉渣。大嫂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是个守法公民，时刻谨记政府教诲，更谨记你大义灭亲的指导方针。你之前举报我养殖动物有毒，违法，我现在又怎么敢知法犯法拿药给你儿子用呢？万一用了我的香料没起作用，你明天又反手举报我违规牟利，我岂不是又要赔偿全部？随着赵丽撕心裂肺的动静，楼上楼下已经有不少邻居披着衣服开门出来看热闹。有人不知道前因后果，只看到躺在地上抽搐吐白沫的大学生和跪地大哭的赵丽，那股子事不关己的圣母心立刻就泛滥，开始隔着门劝我。哎呦，孩子病成这样，要出人命的！重点大学的渺茫的，可耽误不得。你要是有麝香救命的药，就好心给一点吧。是啊，小周，都是邻里邻居的，你回来。都是邻里邻居的，有什么不能以后再说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是搞合法养殖的，手头肯定有。别太计较了，赶紧开门吧。这孩子脑病，要是拖严重了，你心里过意得去吗？赵丽一见有人帮腔，立刻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演得更加卖力了。她扑通一声转过身，跪在地上，对着邻居们疯狂磕头，额头都磕破，混着雨水往下淌。大家帮我求求他吧，我儿子明天就要去省城大学报到了，他见死不救啊！他明明有合法的货源，连药都不肯给。周明，你就是个杀人凶手啊！舆论似乎又要像1个月前那样倒向他那边，试图用道德的枷锁把我绑架。但我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我猛地拉开防盗门，但我没有迈出去半步。小周啊，听大妈一句劝，这大学生要是真烧坏了脑子，一辈子就毁了。你大老板手里既然有货，拿一点麝香，救命就当积德行善了呗。住对门的张大妈撇着嘴，一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慈悲模样。是啊，周明，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小？大人有恩怨，孩子是无辜的啊！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旁边几个邻居也跟着附和，对着我指着点点。看着这群慷他人之慨的圣母，我怒极反笑。我把早就准备好的硕大的相框，连同一张空白的4纸和一支笔，狠狠地对在了张大妈的脸上。各位邻居，你们要我行善，可以啊。我的声音在楼道里炸开，彻底盖过窗外的爆声。张大妈、李大爷，你们睁开眼看看，这相框里是什么？1个月前我花钱亲自挑合规养殖的品种给这小子办升学宴，照例吃饱喝足，反手就为了2000块奖金。实名举报我的养殖场非法买卖野生动物，害我公司被查封，大单子黄了，整整损失30万。他在群里造谣我的东西有毒，我妈被气得脑溢血，现在还在 ICU 里躺着。我一桩桩一件件的嘶吼出来，眼珠子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充血，人群瞬间安静了一大半。张大妈心虚的咽了口唾沫，往后缩了缩脖子。我不是不给药，我是真不敢给啊。大妈，你不是最热心肠吗？你不是说就1点天然麝香的事儿吗？来，今天只要你在这张脸责声明上签个字，按个手印。签什么字？张大妈吓了一大跳，连连摆手。你就写，如果今天我周明提供我养殖场里的这位天然麝香，吃了以后出了任何副作用，所有的损失、法律责任和人命官司，全部由你张大妈一人承担。我一把抓住张大妈的手腕，把笔强行塞进她手里，双眼死死盯着她。大妈，来啊，签啊！只要你痛快签了，这风险由你来背，我马上调货过来当救命药用。你不是要积德吗？这个天大的功德，我今天让给你。哎呦喂，这是你们的私事儿，吃出毛病关我老婆子什么事儿啊？张大妈像烫手一样把笔狠狠甩在地上，刚才那一身普度众生的慈悲佛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
我厨房炉子上还炖着排骨汤呢，汤要烧干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李大爷，那你来签。你刚才不是说孩子无辜吗？不，我血压高，受不了这刺激。老伴儿叫我吃药了，我也回了。李大爷拨浪鼓似的摇头，转身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刚才逼我行善的本事呢？我对着楼道怒吼道。不到半分钟，整个楼道死一般的寂静。刚才还围拢在赵丽身边满嘴称为道德的邻居们，此刻全都变成了缩头乌龟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伴随着一阵阵急促而心虚的关门声，看热闹的人溜得干干净净，没一个人敢接我的话茬。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，谁也不会为了别人的死活背上责任官司。赵丽看着周围一个个缩回去的脑袋和紧闭的房门，彻底绝望。她脸上的伪装瞬间撕裂，怨毒的盯着我，眼里全是红血丝，像个输光了一切的赌徒。周明，你好狠的心！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去不了重点大学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要杀了你全家！我晃了晃手里一直亮着红点、正在录像的手机，面带微笑。大嫂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兴封建迷信那一套。不过你刚才这段威胁杀我全家的话，我已经高清录下来了，回头我就会交给派出所。当证据备查，祝你们好运。说完，我当着他们绝望的面，砰的一声，重重的关上了那扇坚固的防盗门，并反锁3道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门外赵丽撕心裂肺的哭嚎声，成了这暴雨夜最动听的乐章。我走回卧室，戴上了降噪耳机，把外界的嘈杂隔绝得一干二净。但我没睡，我就那么靠在床头，一直盯着手机上的监控画面。赵丽夫妇在门口又砸又哭，最后只能绝望地背起孩子离开，去外地更大的医院碰碰运气。但那个时候，距离浩浩突发罕见脑病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。看着监控画面归于寂静，我摘下耳机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，只有一种复杂、冰冷且通透的平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太阳出来了，小区业主群和亲戚群却彻底炸开了锅。消息传得飞快，浩浩因为罕见脑病发作，迟迟拿不到天然麝香型脑开窍，导致了严重的不可逆脑实质坏死。不仅省城的重点大学去不成了，智力还永久停留在5、6岁儿童的水平。那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，被他亲妈亲手摔得粉碎。群里说什么的都有，那些不知全貌的圣母永远不会缺席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张建家那大学生废了，脑子烧坏了，太可惜了吧！昨天晚上周明要是肯给那位麝香药，肯定赶得及啊！就算赵丽以前做错了事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周明这也太绝情了，这可是毁了人家大学生的一辈子啊！我看着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言论，发出一声冷笑。我没跟他们费半句口舌，直接把早就准备好的3样东西狠狠地砸进了群里。第一样是赵丽当初举报我养殖场的受理回执单照片，上面清晰地写着举报人姓名以及他领走2000块钱奖金的签字。第二样是盖着公章的停业整顿30万损失评估表以及我的合法特种养殖许可证。第三样是昨晚门口监控的完整高清视频，从他怎么用金项链求天然麝香，到我怎么拿出30万罚单让邻居签免责协议，再到邻居退缩，他最后歇斯底里咒骂杀我全家的恶毒嘴脸，1秒不差。发完这3样东西，我在下面配了一段话：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上个月的善心换来的是养殖场30万的损失和我妈的 ICU 病危通知书。这一次，我只是选择做一个遵纪守法、不随便给要揽责的普通市民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断送这个天之骄子前程的不是我闭门的冷漠，而是他亲生母亲那极其自私、贪婪且毫无底线的人性。尊重他人命运，谁要是觉得可怜，随时欢迎花大价钱去外地给他们家买天然麝香。我周明绝不拦着。几百人的大群瞬间死一般的安静。过了足足10分钟，风向彻底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，舆论的浪潮将赵丽彻底淹没。天哪，原来这中间还有这么恶心的一出！这女人简直是个畜生，吃饱了骂厨子，为了2000块把恩人往死里整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活该！纯纯的现世报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支持周老板，对付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就不能有半点心软。这孩子有这样的妈，早晚得毁。绝大多数人都站在了我这边，甚至有几个亲戚私聊我，为之前骂我的事疯狂道歉。我看着屏幕上的声讨，端起咖啡抿了一口，这就是所谓的报应不爽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张健。我按下了接听键和录音，电话那头张健的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，背景音里全是在医院走廊的嚎啕大哭。明哥，我求求你借我点钱吧，浩浩在重症监护室，1天就要1万多，还要做开颅神经修复手术，我们真的没钱了，房子抵押都不够啊！我听着他崩溃到极点的声音，只觉得无比的讽刺。张健，你老婆带着金项链在电梯里炫耀的时候，你们拿着那2000块钱举报奖金时，想过我妈躺在 ICU 里，明哥，我是怎么到处借钱交医药费的吗？明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看那孩子以前叫你说的不是？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顺手将他们全家的所有联系方式、微信号全部拉黑删除。我的善良很贵，我已经为他买过30万的单了，这辈子我都不想再把他浪费在畜生身上。医生，我
求求你，用最好的药。我儿子明天要去省城重点大学报到的啊，他不能有事儿啊。赵丽死死抓着主治医师的白大褂，眼泪和鼻涕呼了一脸。主治医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把几张脑部 CT 片子递给他们。罕见脑病发病急，因为没能及时用天然麝醒脑开窍，神经受损太重了，命抢回来了，但不可逆的脑实质损伤已经形成，人工合成麝香根本无力回天。什么意思？别说上大学了，以后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需要专人照顾。家属去准备下后续的手术费和长期的康复费吧。医生走后，走廊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死寂。透过重症监护室的玻璃，浩浩双眼翻白的躺在病床上，嘴里插着管子，哪怕昏迷着，嘴角还在不受控制的流着口水。那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大学生，彻底成了一个痴呆的废人。张健呆呆地看着玻璃里的儿子，身体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，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大学生儿子怎么会这样啊？你还有脸问怎么会这样？猛地一巴掌痛打扇在赵丽的脸上，这一巴掌极其用力，直接把赵丽打得踉跄倒地，嘴角渗出了血丝。都是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为了那区区2000块钱的举报奖金造的孽！明哥花钱弄合法的货，好心给咱儿子贺喜，你吃饱了反手就举报他，害人家公司被查封，损失几十万，害人家老娘进 ICU， 现在报应来了，救命的麝香就攥在人家手里，人家死活不给，报应到咱儿子身上了，你满意了啊？你敢打我，张健，你个没用的窝囊废，竟然敢打我！赵丽原本就处于崩溃的边缘，被这一巴掌彻底打出了骨子里的泼妇骨气。她不仅没有半点悔改，反而像疯狗一样猛扑上去，双手死死抠住张健的脸，长长的指甲瞬间在张健脸上抓出几道血淋淋的口子。你怪我，当初我拿那2000块钱的时候，是谁在旁边乐呵呵的数钱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把屎盆子全扣我头上！你要是个男人，昨天晚上你就该拿刀把周明的门给劈开去抢麝香。是你没用，是你害了你儿子！贱货！我弄死你！张健被抓得满脸是血，恼羞成怒，一把揪住赵丽的衣领，狠狠将她的头往墙上撞。要是没有你贪财，周明怎么可能见死不救？是你毁了这个家！两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像满头发疯的野狗一样扭打在一起。赵丽的碎花裙子被撕扯开了，张健的衣服也被扯掉了好几个圈。两人在地上互相撕咬，互相咒骂，把人性中最自私、最丑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周围的病友和护士纷纷围过来看热闹，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拉架。昨晚业主群里的事早就传开了，连值班护士都悄悄翻了个白眼，啐了一口：“真是活该，这种人自有天数吧。”直到2名保安冲过来，才强行把这对互相痛恨的夫妻拉开。赵丽披头散发的跌坐在地上，脸颊高高肿起，脖子上那条用周明血汗钱换来的金项链也在扭打中被扯断，金灿灿的珠子滚落了一地。他看着满地的金珠，又看了看里面成了智障的儿子，神经终于彻底错乱，极度的痛苦和无法承受的罪恶感，让他本能的寻找了一个替罪羊来推卸责任。不是我的错。赵丽双眼通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我没有错，我大义灭亲有什么错？是周明，对，是周明那个杀人凶手。他明明有合法的天然麝香，他凭什么不给我儿子？是他把我儿子害成这样的，他得赔钱。他必须养我儿子一辈子！他踉跄着捡起地上的断裂的金项链，眼底爆发出极其疯狂和怨毒的光芒，像一个恶鬼般走出了医院。3天后，我刚来到养殖公司大楼1楼大堂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极其刺耳的哭嚎声。透过玻璃旋转门，我看见公司大楼外面的广场上黑压压的围了一大群人。走近一看，我的血压瞬间飙升。赵丽披麻戴孝，穿着一身白衣服，拉着一条白底黑字的巨大横幅，正跪在人来人往的广场正中间哭天抢地。横幅上用血红色的油漆写着10几个惊心动魄的大字：无良黑心特种养殖老板，有药不救，毁名牌大学生一生。旁边还围着5、6个举着长枪短炮、手机支架的人，一看就是那种为了流量毫无底线、专门挑动社会对立情绪的小自媒体和3流记者。看见我从大楼里走出来，赵丽原本无神的双眼瞬间爆发出怨毒的光芒，她像一条发疯的野狗一样猛扑了过来，死死拽住我的西装裤腿，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：“就是他！大家快来看，就是这个杀人凶手！我儿子考上了省城重点大学，前途无量啊！就因为那天晚上他发了罕见脑病，需要天然麝香，我跪在地上求他，磕头磕出了血。他
明明手握合法的货源，有样都不肯给，硬生生把我儿子给拖成了弱智啊！周先生，请问这位女士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是不是因为私人恩怨，故意拒绝提供能救命的天然麝香？周老板，作为一名特种养殖企业家，你面对一个急需罕见药物的即将上重点大学的青年，却见死不救，请问你的社会责任感在哪里？你对此感到愧疚吗？请问你现在心虚吗？是不是打算拿钱私了来封口？哎呦，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心肠怎么这么毒啊？就是啊，再怎么有仇，那是一条人命啊！就一点麝香的事儿。面对千夫所指的真相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有慌乱，也没有躲避。这一幕我早在脑海里预演过无数次了。这群吸血鬼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我这块肥肉？我把所有人带向公司大堂，走向剧目，掏出手机，直接连上了公司大堂那个用来放宣传片的巨型投屏电视的蓝牙，顺手拿过了前台保安手里的扩音喇叭。既然各位媒体朋友和自媒体大 V 都在，那我们今天就把事情当着全网的面，从头到尾捋清楚。我的声音通过喇叭震彻了整个广场，我按下手机播放键，大堂的巨型屏幕瞬间亮起。各位记者朋友，不是喜欢追求真相吗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第一张图是什么？1个月前，为了庆祝这女人的儿子考上重点大学，我花2000块钱成本买合规养殖的品种办升学宴，结果呢？我立刻切到了第二张图，那是森林公安的立案回执和赵丽拿着2000块奖金炫耀的朋友圈截图。结果这女人在饭桌上吃饱喝足，反手为了贪图政府2000块的举报奖金，恶意剪辑我的录音，实名举报我非法买卖野生动物。人群中突然发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，那几个记者的表情也僵住。看第3张图。我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放出了那份停业整顿30万损失评估表。因为他的恩将仇报和恶意造谣，我的公司被突击查封整顿半个月，损失30万大单。我妈被他在亲戚群里造谣我的东西有毒，气得脑溢血住进 ICU 抢救。我为了填补窟窿卖了车卖了房。周先生，这也不能成为你攥着麝香见死不救的理由吧？别急，还有视频呢。我冷笑一声，点开了家门口监控的高清录像，画面里首先传来的是赵丽嚣张的声音：周明，这金项链就是遵纪守法的奖赏，以后你的招子最好放亮一点，再敢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小心我还打举报电话。紧接着，画面一转，变成了那个雷雨夜，扬声器里清晰的放出了赵丽跪求天然麝香的哀求，以及我拿出30万罚单让邻居签免责协议的画面。最后，画面定格在赵丽那张犹如厉鬼般扭曲的脸上。周明，我要杀了你全家！原本喧闹的广场和大堂，随着视频的播放变得鸦雀无声。那几个举着机器的自媒体人面面相觑，有的甚至心虚的开始偷偷删除刚才录制的视频。赵丽的脸色越来越惨白，抓着我裤腿的手也慢慢松开了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。你胡说！你这是剪辑的！你是大老板，你有钱找人做假视频，大家不要信他，大家不要信他，他在逼死我们娘俩啊！是不是剪辑的？警方自会鉴定，警方也会去查森林公安的底档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领那2000块的缺德钱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完整的证据链我已经展示完毕了。今天你们回去，如果发布的视频里敢掐头去尾，只播出一面之词，我们公司的法务团队会连你们带他一起告到倾家荡产。公司大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2楼的护栏边。说得好，周明是我们公司的功臣和优秀骨干，他在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，自己扛下了30万的亏损。今天这件事儿，公司法务部会全力支持周明维权，谁敢造谣生事，我们奉陪到底。伴随着刺耳的警笛声，2辆警车停在了广场外，是前台经理早就报了。谁在企业门口拉横幅寻衅滋事？赵丽看着真枪实弹的警察，终于彻底崩溃了。他知道这次再也没有2000块的奖金了，有的只是无尽的深渊。警察同志，我没闹事，我就是想要个公道啊！被2名警察一把架了起来，被戴上手铐塞进警车前。赵丽猛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没有丝毫对毁掉儿子前程的悔恨，依然只有无尽的怨毒、贪婪和不甘。但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就像在看一袋早已腐烂发臭、不可回收的垃圾。这件事当天就被全程直播了出去，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随着完整证据链的曝光，舆论发生了惊天大逆转，赵丽成了全网唾弃的当代农夫与蛇的反面教材。愤怒的网友将他的个人信息扒了个底朝天，连他老家农村的父母出门都被人指着脊梁骨骂，根本抬不起头。
赵丽因涉嫌诽谤、寻衅滋事以及敲诈勒索未遂，被正式刑事拘留。等他几个月后被放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天已经彻底塌了。浩浩的罕见脑损伤康复费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为了交钱，张健借了高利贷，最后连那个破房子都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了。从那以后，听说有人在深夜的桥洞底下见过一个蓬头垢面、捡垃圾吃的疯女。我有金项链，天然麝香是我的，我儿子是重点大学生。而我在这次事件后拿到了公司的期权分红，我把家里的老母亲接到了高档的安保小区，买了一辆更好的车。我依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，但我不再是那个随意挥霍善心的傻子。我有了坚硬的铠甲和绝不妥协的锋芒。